经济动荡的时代，我们的投资策略也稍微要改变一下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 Ariel。今天这集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作为一个投资了快要20年，在硅谷算是财务自由、早日退休的同学，是怎么打算改变我的投资策略的，也供你们参考。今天的视频会分这几个 section， 第一是美国的房地产走向，第二是聊一下增加现金的位置，我会分享一些我查到现在市场上一些高回报的投资地方。第三就是那些比较被嫌弃的债券，还有 certificate of deposit 定存，可以再拿出来看一看了。我现在要转换的投资方式是一个 combination of 核心加卫星。核心我会把钱放在一些收益比较稳的地方，比如说债券啊，还有 certificate of deposit， 然后再用大概10%到30%的钱拿去投股票。这里讲的不再是科技股了，我现在查了一些以往的 recession 的时候都 perform 比较好的股票，还有 ETF。这个视频的第4个 section 会推荐给大家。咱们先来看美国的房地产。到2025年的3月，美国的房价比去年的同期涨了 2.5%， 中位价格是43.1万。不过卖出去的房子数量比去年少了 3.3%。今年3月的数据来看，大概卖了40.586万套房子，比去年同期的41.4万套房子要少了一些。现在美国平均的30年 30-year fixed mortgage loan interest 是 6.7%， 比去年这个时候低了 0.17%。整体来看，房价还是在缓慢上涨，但是现在成交量稍微低了一点，利率也有所回落。现在市场是处于一种观望加上小幅度上涨的状态。大家可以从这个 graph 看得出来，这么多年来房价其实还是在上涨的，但是这个也是因为所有东西都在涨，通货膨胀嘛。之前的一次美国房地产崩盘就是09年、10年那段时间，崩盘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是 foreclosure 的房子太多了，第二是市场上有太多房源了， foreclosure 的房源也涌到市场上， cause 了一个 supply over demand 的一个情况，造成了那次的 housing crash。 不过我们来看现在这个 graph， 2024年的 foreclosure 房子数量甚至还没有2005年多。如果我们用同样的 reasoning 去 predict 下次的 housing crash，那我们离下次的 housing crash 还有一段距离。根据很多家房产机构的预测，2025年的美国房价是保持平稳，甚至有可能会有小幅度的下跌。Zillow 预计今年的房价会涨 2.6%。Fannie Mae 预测2025年的房价将上涨 1.7%。JP Morgan 预计2025年的房价涨幅应该不会超过 3%。总体而言，虽然这些机构的预测稍微有点差异，但是普遍认为2025年的房价应该是比较稳定的，涨幅会比较有限。这么多年我也买了一群的投资房，现在这个经济这么看，我也不打算再买了，但是我不会卖，因为卖不出去价钱。我会选择保留我现在的房子，然后就 pray to God 今年不会让我的房客出什么事儿，他们会按时付房租，不要找麻烦，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当然这也就表示我不会再买新的投资房，等将来房子市场又火热起来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出手最起码1到3栋我现在的投资房。如果大家买房子是为了自己住的话，那今年明年买也没什么差别，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想法，买房是不是真的有必要？现在的房屋贷款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，租房子然后再省下一笔钱拿去做更稳的投资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就来到第2个 section， 如果手上有现金的话，往哪里投？虽然房屋贷款利率高，但是银行给的利率也不低。比如说你现在放10万块钱在一个利率 4.5% 的储蓄账户，那个没有任何风险，一年就可以给你赚4500块钱的利息。现在市场上给的 interest rate 比较高的储蓄账户，一个是 Wealthfront， 目前利率是 4.5%， 比很多大银行要多。它是有 FDIC insured， 最高的保额是800万美金。当然这些都是 non-sponsor， 我只是调查了 resource 给大家推荐。第2个我查到的是 Pi Bank， 它有 4.6% 的 APY， 它这个账户还不提供 ATM 呢，不方便你取钱是个好事儿。市场上也有其他的更高利率的账户，比如说 Brio Direct， 它的 annual APY 是 5.3%， 但是它有一个 minimum 就是5000块钱。现金储蓄就推荐这些，我们主要还是把钱放到一些收益更高一点的地方，比如说
过去被嫌弃的债券还有定存。我们先来说债券。美国虽然因为最近的 trade war 和 tariff 搞得乌烟瘴气，但是现在美国国债还是评为信用等级很高，这个等级 AA 的国债。债券的话最好是投一些短期，比如说期限为1到3年，通常把钱放在这种短期的国债，你的收益会比储蓄账户稍微高那么一点点。我给大家说几个现在市场上挺容易买到的国债 ticker， 一个是 SHV，这个是 iShares Short Treasury Bond ETF， 它是投资于剩余限期不到1年的美国国债，风险超低，接近于现金。SDPR Bloomberg 1到3个月的 T-bill ETF， 它的 ticker 是 BIL， 持有短期国债券 T-bills 很适合做现金的代替品。再来就是 Vanguard Short-term Treasury ETF。Ticker 的名字是 VGSH， 这个投资于1到3年期的美国国债，收益稍微高一点，但是风险也稍微高一点。最后一个就是 IGSB。iShare 1到5年的 Investment Grade Corporate Bond ETF， 这个投资于短期的企业债，它是一个高信用评级的，利率会更高一些，适合稳健性投资。如果你对国债已经失去了信心，那咱们还是可以看看一些 CD 定期存款。我对这类的投资非常非常熟悉，因为小时候我奶奶就会领着我去银行，跟我说她有哪个定投又到期了，然后要取出来再去买一个新的。就是把你的钱放进去银行一段时间，比如说6个月、1年、5年，最后连本带利一起取出。CD 的特点是它的利率是固定的，但是有一些银行，如果你想提早取出的话，是有罚金的。最主要的是投资 CD 安全性极高，市场上正规的 CD 都是有 FDIC insured， 最高保障一个账户是25万美金。它就是省心买，投进去的钱是你最起码6个月都不用的钱。如果我们想要保本，没有风险，锁定最近的高利率，不想管太多，不想要去承受股市的风险，那咱们就把一部分的钱放到 CD 里去。投资 CD 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直接去银行开账户，一个是用 brokerage account 帮你买，比如说 Fidelity 之类的。大部分人用的应该就是去银行直接开账户吧。这边我给大家找了一下最近比较火热的 CD account， 年化收益率也是从最高的排到最低的。可以看一下 OMB Bank， 它是定期存款，年化收益率 4.65%， 期限是7个月，最低存款1000块钱。第二个就是 United Fidelity Bank， 定期存款，年化收益率是 4.6%， 要放10个月，最低也是1000块钱。接下来我就不给大家念了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这些银行的网站自己开户。如果你已经有 Charles Schwab 或者 Fidelity 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在那儿买。这些 broker 平台会提供来自不同银行的 CD 产品，其实源头还是这些银行，只是 brokerage account 它作为一个代理。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想要提前取出的话，你会需要把这个 CD 在二级市场卖出，价格有可能会低于本金，这是一个风险。我的话，我现在会买的 CD 是1年期 non-callable CD， 来自知名大银行， APY 要多于 4.2%我才会买。然后我再搭配一点点国债，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 SHV 或者是 BIL， 保持灵活性。现在我们就到了第4个 section， 我跟大家说一些股票和 ETF。我的投资策略一直都是比较稳的，所以股票我也推一些现在这个情况会比较稳健的。我给这个视频做研究的时候，发现有3个行业在之前的经济衰退 recession 的时候 performance 会比较好。第一个是 consumer sector，消费品板块，第2个是医疗产品，第3个是 utility section。 我们先来看消费品板块。经济再差，人还是得刷牙、洗脸、洗衣服，所以这些日常开销不管怎么样都不能避免。如果想要投资个股，可以看一下 Procter and Gamble， 从 Tide 洗衣液到 Crest 牙膏，他们都应有尽有。名贵的车和包包可以不买，但是牙膏、洗衣液咱还得有，对吧？ Consumer Staple Sector 有2个 ETF 推荐，一个是SPDR Fund， ticker 是 XLP。 这个 ETF 它把大部分的 holding 放了 10% 在 Costco， 将近 10% 在 Walmart， 9.24% 在 Procter and Gamble， 还有一些在 Coca-Cola， 这些我就不是很确定，因为听说关税的事儿，有一些国家说是要不喝 Coca-Cola 来反制美国。另外一个消费品板块可以投资的 ETF 是 Vanguard Consumer Staples ETF， 它的 ticker 是 VDC。这个 ETF 把 12.15% 的 fund 都放进去了 Costco， 11.36% 放了 Procter and Gamble， 11.2% 放了 Walmart， 接下来也是有 Coca-Cola， 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。除了消费品以外，大家很难缺的就是医疗药品。这个很好理解，
因为不管经济怎么样，大家还是会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。也就是说，制药公司、医疗机械、健康保健公司、各种提供医疗的机构和服务，这些公司会 performance 比较好。如果你想要分散风险，也可以投一些医疗企业的 ETF， 比如 Healthcare Select Sector SPDR Fund，ticker 是 XLV。或者是 Vanguard Healthcare ETF，ticker 是 VHT。这边我借用了一个我很喜欢看的 Financial Advisor 做的分析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医疗类的 ETF 过去几轮经济衰退中的表现，其实比标普500还要好。Johnson & Johnson 还有这个 Vanguard Health ETF 都不错。刚刚说的3个板块，其实第3个是 utilities， 比如 NextEra Energy， 像这些 renewable energy 的公司，他们在美国的 operation 都是比较 regulated， 也就是说可以让它的股价更稳定一些。utility 这个 sector 收益不如医疗和消费品板块，但是在 recession 的时候还是会收益比标普500要好一些。这边告诉大家2个可以投资的 utility section 的 ETF。第一个是 Utility Select Sector， 它的 ticker 是 XLU， 它的 dividend 有 3.02%， expense 是 0.08%。还有一个 ETF 就是 Vanguard Utility ETF， 它的 ticker 是 VPU。Dividend 是 3.1%， expense 是 0.09%。除了这3个行业可以投资以外，另外一个比较抗风险的投资就是黄金和银 Silver。最近黄金涨了好多钱啊，1个月就涨了333美元。我本人是不想要 carry physical gold and silver， 觉得就有一定的风险，还有太麻烦了。我这个人整天丢东丢西的，别把我的金块和银块给丢了，那多可惜。所以我就买了 silver 和 gold 的 ETF。金子我投的是 SPDR Gold Trust， 它的 ticker 是 GLD。Silver 银子我投的是 iShares Silver Trust， 它是 ticker 是 SLV。 这些我虽然买了，但是买的不多，因为它不像股票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涨幅潜力，但是用来抗风险是可以的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spreadsheet， 可以看出来之前在经济动荡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stocks 和 ETF， Walmart 它的 performance 是非常好的，还有黄金。我现在的投资改变是把更多的现金放进了 high interest rate 的储蓄账户和 CD， 还有 bond， 剩下了不到30%的钱，有一个 bucket 会继续定投 S&P 500 标普500，剩下的我就分在刚刚推荐的这些 healthcare 和 consumer staple 的 ETF 里面。我还拿了一点点钱专门去买了 Walmart 和 Johnson & Johnson。 以上这些分享只是我个人做出的投资改变，如果想要做这些投资 again 还是要 do your own research。 希望这个视频给你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